大家好，又到了 Brand 的时间。今天我们来做 Brand 3.4的几何节点。OK， 然后呢，这是我刚渲染出来的。如果想找到 Brand 之前的教程，大家可以在 B 站点击我的人像，进入主页，点选合集和列表60。这里前面的合集文件夹是基础教程文件夹，包括循环引擎5和 Brand 以及Twinmotion 然后呢，我们从第2页开始就可以找到以 Brand 为主的各个分类的教程，像大家喜欢的几何节点教程，就在这几何节点教程的文件夹打开之前3.0 之前和3.0之后的几何节点教程都在这了，这所有的都是文件夹，包括虚幻引擎 OK， 像蓝图的就打开，这里全是蓝图的教程 OK， 然后呢还有侯庙虚幻引擎当然也有 Brand 的比较基础的系列教程3、1、2、3 OK， 这些都是文件夹，从第1页到第2页一共有4页 OK。 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这个教程。好，这就是刚渲染出来，这是好，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文件， X 键把这个默认的立方体先删掉，然后呢我们添加一个Mesh 的UV 沙法，然后呢鼠标右键 C 是 Move OK。 好，然后呢我们就在这儿拉出一个界面，你可以选到 Geometry Node Editor 几何节点界面，给它一个新的，然后呢要把这个侧边栏推进去，所以是 LMN 的 AN 键LMN 的 AN 键就可以了然后呢按住鼠标中轴，把这个几何节点的这个节点拉出来以后，第一个我们先加插一个instance on port 叫点实例 OK， 让它就是画成很多小点一个球画成很多小点 OK， 所以呢我们在这加一instance on port instance on port 插到这儿，大家可以看见这已经没了以后呢，我们把它的这个group input 的 geometry 连上它的 instance， 这样的话这个球还是有了我们可以把 X 光工具打开，可以看到是这样的，对吧？就是然后呢再在它的右边加插一个叫 realize instance 实现实例realize instances OK， 实现实例。如果你不是在这个看的话，它就变成了这样，对吧？好，跟着呢我们就要控制这些，其实这里面就是有很多小球了所以呢我们在这下面我们加一个让它的小球让它这个球随机大小的一个节点，叫做 random value。 random 是随机的value 是这个值 OK， 连它的 scale 就是大小随机的值 OK，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最大的这个改到 0.09 Enter， 那这些球呢就变成这样了，当然还可以再小一点 0.07， 好是吧？好，现在呢这里就做完了，跟着呢我们就把这个沙发的材质给做一下，点击它的材质这里，然后呢给它一个新的材质，大家在这里可以用 Glass 给它一个透明的 Glass BSDF 然后呢 Brand Mode 呢Alpha Brand OK 也可以，然后呢可以把这个勾选了，勾选 Screen Space Reflection 就是它的反射，然后在这里 Render Property 这里呢我们要用要用 Cycles 渲染，所以呢换 Cycles 设置呢这个叫什么device 设备，选 GPU compute， 然后呢让它渲染的更快一点，所以我只有把这里的数字改到小一点 OK。 好，这里都做完了以后呢这里做完以后呢，你可以继续进它的材质，现在还在选沙发嘛，对吧？然后呢给它一个什么颜色的材质都可以，然后我们把它反光
变小 OK。 好，然后在 viewport shading 这里看，它就变成了这个样子，对不对？当然你也可以把一个那种钻石啊的材质，我现在在进入的我的资产库。好，然后呢我找一个 diamond OK 钻石的这样的搞进去，然后呢随时可以把它给随便找一个拖进去啊，都是可以的啊。我们拖一个进去，好，看到它反光了哈。然后呢先把这里放下来啊，我们把这个资产库改回几何节点编辑器 OK。 然后呢在这儿可以加在他们这个中间 OK， 在这个中间，在 instance point 和realize instance 中间，我们加一个 set material， 然后插到这儿。然后呢在这儿呢你就可以选择你要的是之前我们这个 material 001呢，还是选择哪个材质，这个 OK 都可以。然后呢我们再在它的后面加一个 print， 添加一个 print OK， 然后在位置设置这里给它这是 Y 轴吧，竖起90度然后呢把它放在摄像头相反的方向的背面 OK。 好，我们这时候呢可以装摄像头了，点击摄像头 N 键出侧边来，这里有很多个键是插键，然后勾选点击第3个是 VIEW， 这是没显示然后勾选 Camera to View， 按住鼠标中轴把它就能转换它的方向，把它放回一个比较好的位置。然后呢滚动这个中轴，它就可以变成这个整个 screen 合适大小了，中间的主体 OK。 然后呢我们用伸缩工具给这个 plane 等距离放大，然后就白线就是等距离放大，但如果按照颜色的线就是按照哪个轴放大，这样的话这个背景就出来了，对吧？然后我们把勾选关掉，按键进侧边了。好，现在做完了以后呢，我们这个背景也要给它一个材质，所以选了个 print 我们可以把 Blender 的这个灯先删掉或者是说 Ctrl Z 回去我们把它先隐藏，这个一会儿看看要不要需要再说。然后呢我们现在用 Cycles 渲染，所以呢这个 print 呢的材质也很重要，我们选回这个 print 这个背景然后在材质这里呢我们给它一个新的材质，这是玻璃的这个是 print， 我们把这个名字改一下，这样的话就会自己很清楚。然后呢金属度给它1， roughness 给它反光看看你反光到什么程度 OK。 我们在这里是给它稍微1几的1、2几1左右吧。好，然后呢我们就看到这个东西它的这个反光是这样的，对吧？好，到世界背景，在世界背景这里呢我们要说这个世界背景是在 polyheaven.com 这个网站直接选 HDRIS 就有这个背景，然后呢你看中哪一个你就点击它，然后呢点击下载。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在你的下载文件夹有一个HDR 或者 EXR 为结尾的文档 OK。 好，就像这样子。如果你是新人不懂的话我们点击下载，然后呢在这就打开一个下载文件夹 OK， 你就在这就找到一个 HDR 或者 EXR 为结尾的文档，它现在还没下完 OK。 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把它就是用上了 OK。 好，大概出来了，对吧？我们呢不需要这个，我有个地方的我已经把它放在统一一个路径下管理，所以呢进入environment texture， 在这我们选这个右上角这里选 viewport shading， 然后呢 open 低轴这个是低排我把这些3D 的背景立体背景我都放到一个地方统一管理 OK， 随便加一个，然后呢好，这样的话呢这里就出来了当然了这个到时候会不会多一点少一点再减。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换到也可以换到 sky texture 就是天空纹理。然后呢 sun elevation
这是太阳高度换到35度，然后太阳的自转换到90度。OK， 那基本上呢，这里呢就做出来了。我们呢，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别忘了存盘，啊，给它一个随便一个 text 啊，或者是 class 吧 ，class，OK， 好，一个文件。然后呢，我们现在把它渲染一张，看看这个效果是如何。好，是这个样子的效果，对吧？这样的话呢，我们要把这个背景给做黑一点啊。所以呢，在世界背景这里，你就可以把这个强度改到 0.2， OK， 或者 0.1 都可以啊。我们再渲染一张，渲染了以后呢，你会觉得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是之前渲染的这个，对比一下。然后呢，你会看到我这里还有些十字闪光，对吧？而这个最后这个渲染出来呢没有，对吧？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不留着它在这儿，然后呢进入合成器。勾选啊，然后把这个合成器这个节点往右改，这个往左改，然后呢把 N 同样是 LMN 的 N 键把这个侧片栏都改进去。这时候呢，我们需要几个东西。第一个呢是 denoise 节点，这里我们加 denoise 节点啊 glare 节点和 viewer 呢是viewer 呢是做这个预览的，到 VIEW viewer 这是做预览用的节点啊，可以直接看预览。然后呢，第二个呢是加一个叫 denoise， 让它防噪点。好，我们第三个呢就是加一个叫做glare， 就是刚才做的那个十字反光啊，玻璃上。好，然后呢，在这儿我们再进入 image editor， 在这儿，然后呢这里选 render result， 就是渲染的结果。这样的话呢，当我们改这里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它的直接的变化。OK。好，现在呢有点太亮，还是吧？然后呢，我们在世界背景这里还可以让它再小一点，变 0.1。然后还有呢，它的这个十字反光有点太多了，所以我们把它变得最小，比较小的一个情况。OK， 还有一个呢，我想让它这个 plane 啊，这个 plane 已经做出来了，对吧？那么它也有反光也有。OK， 然后呢，还有一下子，我想让它这个玻璃有像 3.2 以后版本都会有一个叫做什么，那种叫做玻璃的反射，对不对？我们现在呢就给它设置一个玻璃反射啊，是怎么设置呢？先跟大家说，在 render engine 这里呢，我们用 cycles， 而这里呢换到 CPU。OK， 然后呢，别忘了确认这是 viewport shading。OK， 然后呢，我们再用如果 cycles 渲染，然后我们在这的时候呢，我们这里有个找到一个shading，OK shading， 然后在这就有一个 cost。OK， 如果你想让它反光的话，就要像这些球就要勾选这个 cast shadow caustics。OK， 我们现在呢就做这一个，先把它 Ctrl C Ctrl V 一个，然后呢放到右边，这就是第二个。当然我们先把这些做好，然后再给它 caustic 啊。然后呢这个呢你可以变得伸缩工具把它稍微拉小。好，然后呢移到左边。OK， 好，然后呢 Ctrl C Ctrl V 一个，左边右边一个让它不要靠得那么近差不多大小就行。好，我们先把这些给做好，然后再做它的 caustic。先从第一个开始或者说给它们不同的颜色吧。我们先从这个呢你可以好，又在这个几何节点这里，我们先给它材质呢它原来是这个的，对吧？我们可以复制以后不用复制，等一下，复制以后复制以后剪掉，
然后呢，我们可以换一个材质，像刚才一开头 Material 001就很好啊。然后我们把它换一个颜色，像绿色啊，浅一点的绿色。OK， 你又复制一个才跟它不同嘛，是吧？然后呢，好，材质这里搞定。然后在这里呢，我们选了它，然后呢，复制一个，复制一个它，然后呢，就复制一个这个的几何节点，就跟它一样。但是材质这里呢，我们就选 Material 001，这样的话它的材质才会导进去。看，这就变了绿色，对吧？同样的是这个呢，你也可以，好，我们可以复制一个，然后剪掉，然后呢，或者说 Material 001这里你要一个，然后复制一个也是行的。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粉色、浅粉色或者浅黄色、浅橙色 ，OK， 浅橙色的一个节点好，浅蓝、浅粉，不说浅橙色。然后呢，在这里又复制一个，因为要复制，否则这个也变了复制一下子，那它就有它自己的了。然后呢，我们再换 Material 002。这样的话，这里变成了橙色。大家可以看，这里有3个 sapphire， 对吧？这时候我们再设置它的这个 caustic。先选第一个，在位置设置这里，刚才说过，这里有个 shading， 是吧？然后呢，我们要勾选这一个，好，第二个也是，都是选第一个好，然后呢，到这个接收的这个背景呢，它就要选这个 Receive Shadow Caustics，OK。好，然后呢，这里做完了以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地方在这个工具下，这个叫做 View Layer Properties 这里，刚才我们是不是在合成器这里加了一个 Denoise， 对吧？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加多一个勾选多一个 Denoising Data。Denoising Data 这里勾选，你看这勾选了，这个也勾选了，对吧？好，然后呢，当你勾选了以后，你可以看见这里都多了2个节点，我们要把它的 Normal 连上 Normal，Alberta 连上 Alberta， 对吧？好，这个合成器呢，我们基本上就这么多也就做完了。大家可以看这合成器做完以后，它这里就是有十字光了，对吧？好，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它的这个 caustic 如果我补充多一句，如果你是水的话你就另外有水的材质加 caustic 的 ，OK， 在这呢又是另外一个做法。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再次把这个全盘，然后呢检查一遍，看看这里有没有不合适的，没有，那我们就先 render 一张 image， 看看这个效果如何。好，现在呢基本上很多效果出来，它还没完全出来的情况下，你可以看见这里有阴影，对不对？那这个阴影我们该怎么对付呢？好，我们再插出去，这个阴影呢，我们选回这个沙发，在这里 OK。你可以看到有个叫settings 这里，是不是 settings 这里？不是，是材质这里。然后呢，它有个材质。好，然后呢，我们要把它的这个这个就是下面的这个投影给关掉，是在这儿 OK。然后呢，我们选因为它是 cycles， 所以呢要选到这个位置设置的这个工具，这里呢就有个 visibility， 可以打开，这里呢就把它的shadow， 如果有个shadow 勾选呢把它关掉， shadow 关掉 shadow 关掉 OK， 还有这个 print 这个 shadow 也关掉 OK。 这样的话呢，我们再渲染一张，你看这下面就没有了 OK， 没有了那个刚才的阴影在这了这个呢下面后面的背后这个是反光，这个不算 OK。
那当然，你想这个反光更大一点的话，那个 print 的背后的这个反光，就可以调它的 roughness， 这个是粗糙度，搞低一点，那它的这个反光就更明显，是不是？你把它调高一点，这个反光呢就模糊了。就这么样子。然后呢，我们就 render 一张，再 render 一张给他看到。现在 render 呢就是最后的效果了。好，稍微等一等。好，我们现在呢就基本上就做出来了啊。做出来以后呢，当然你可以把这个背景的光线给调低啊，刚才说了这调低，或者是说把这个 print 它的这个颜色给拉低。OK， 然后呢，我们再来 render 一张。render 一张，但这个时候呢，我还是想让它的，我又改主意了，把它颜色给调亮。好像低一点是好一点吧，0.4。这里就要漫长的、慢慢的改。看看就是，好，我们等一下。然后呢，渲染出来了，它是这个样子的，对吧？但是呢，我还是想让它背景干脆就彻底变黑，所以这个 print 的这个颜色呢，再继续往下拉。OK， 这个 print 的颜色我继续往下拉，然后呢，重新，我就重新，大家看见我就其实这个阅览呢，你也能看见是这样的，对吧？继续往下拉以后，我重新渲染一张。OK， 好吧，然后呢，基本上这堂课程呢就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观看，请喜欢这个课程的朋友给我个点赞或者订阅我的频道，在视频右下方点关注。谢谢大家，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明天再见。然后呢，我往下拉以后呢，可能就看不见这个反光了如果大家想再看结果的话，那就等一等。如果不想看结果了，那你们想干嘛要干嘛，自己就好。我们等一下。好，这里补充一句如果按照一般的 cycle 渲染呢，它时间有点慢，但是如果你加上 caustic 的话它会更慢所以就为什么就是跟大家就补充一下。好，我们看看这个效果基本上就出来了。而且呢，在合成器这里，我稍微把这个数值费的数值刚才是0.71几，我现在改成0.818让它就是更加酷一点。好，现在做完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存盘了。在这里呢，因为有背景的 JPEG然后呢，这个名字就用回这个名字就好了random scale 点 JPG。那这个呢，就会作为到时候这个教程的版头在这个教程里，我教了大家如何这个做它的 costing， 就是玻璃的这个算彩，然后以及怎么用几何节点做它的一个随机的大小OK， 然后呢，怎么让它发射有这种十字光 OK， 好吧，好，明天再见了，明天再见，拜拜。